哦，我的牙，就你保持手里只能有一个区。So sweet. Me too.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Hello， 我是 Jessica。首先要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这期是一个圣诞特别节目，我们会比较轻松的玩一玩游戏。当然到最后呢，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giveaway，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呢，就是来猜猜这个罐子里面有多少个球。OK， 好，3、2、1啊，大小球都算，我们一起来猜。好，3、2、1。我猜有15个球。我猜有12个球。OK， 好。而且这个球是 Christine 准备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准确答案。OK， 好，最接近的数字的人就赢了。好，1个、2个、3个。9、10、11、12，啊哦，13、14、15、16。就差一个。Oh my god！ 那我 OK， 好吧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这里面有2个袜子，对吧？先把球放了。好的。所以这里面有2个袜子，你先拿一个。这个呢是大冒险，这个是真心话。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对，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那你可以指定我选择一个，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我就自行选择一个。那你自行选吧。好的，那我就选一个真心话吧。好吧，OK。好，当然你也可以补充回答，如果你愿意的话。这里边的问题都是大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对对对，大部分都是。对，还有一个我给你提的问题。Oh, what is your go-to song for singing in the shower？ 我最喜欢唱的歌。你唱歌吗？洗澡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唱啊，就是当突然间就是想唱歌的时候，就最近想唱的歌。我最近的话就喜欢唱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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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七来敬拜，好像是，对，我也不知道它的。七来崇拜，七来崇拜，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OK， 好，原歌请放。非常喜庆的一首歌。Christmas 的感觉。好，下一个游戏就非常的简陋，就是我脑子里有一个数字，你来猜是多少。刚刚我就抓了一把瓜子儿，OK，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我现在手也不可能会摸出来多少个，我们还是猜大概有多少个，好不好 ？OK， 就这一些，给你点儿。不用看一看吗？不用看，不能看吧？你看1秒钟，你不就？那只能看1秒，好吧？只能看1秒。1、2、3，哎呀，掉了。Sorry， 1、2、3。OK。我也有一个数字了。你说。好，我猜，我还是猜12。我猜18。18？对。OK， 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猜。1、2、3、4、5、6、7、8、9、10、11、12、13、14，耶！我赢了。OK， 那我指定你大冒险。好，这个大冒险的内容也是，对，大部分也都是别人给的，也是别人给的。对，我也加了2个。OK， 好，加了一个你希望我冒险去做的。宝宝坐在背上，爸爸做 push up 10次。哦 ，OK， 这个冒险好。可是宝宝已经睡了。对啊，宝宝已经睡了，所以。那我坐你背上吧。啊。那就来，那下一个游戏是什么？你想一个吧。哦，我想一个。要敬老头吧，传统方式。可以。传统方式。会不会现在大家已经离开这个 video？OK， 好。没事，不是直播。OK， 3、2、1，
哦，我赢了呀，那就是你要开始真心话大冒险，就这么直接吗？对 ，OK， 非常好，特别直接。那我就请你，还是大冒险吧。好，戴着Santa的帽子送礼物给当时帮助我们买 Tesla 的 representative。对，这是你写的吗？这个是我写的。哦，对 ，OK， 那我确定他还在 Tesla 工作。我身后就是 Tesla 了，我们到了 ，Let's do it。And Lawful stuff helped me. I remember Stephanie or Cornell, so they all. There's Cordell, Stephanie. Yeah. So I just wanna like drop a gift. Oh, that's nice of you. Yeah, like for you guys. Cool. You guys make a very great team. Oh, it's for all of us then. Yes. Oh, that's a nice joke. Nice to meet you, and Merry Christmas. Yeah, I'm Matthew. Right? That's I'm what. Matthew.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as well. All right.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Really appreciate that. Okay, no Great problem. maps, too. Thank you. All right, happy holidays. Take care, David. Yeah. 我的任务完成了。虽然当时帮助我的representative 他没有在，但是他们是一个 team， 所以我就给了其中一个人，我说你们可以 share the gift， 可以分享这个礼物，因为里边是有巧克力。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从买车的沟通，然后到分享，所以帮助了我很多的问题，所以特别来跟他们说圣诞快乐。Job done。接下来这个游戏呢也是非常简单，就是我把它再丢起来，OK， 看你能不能用你的嘴接住，你就赢了。然后你也同样做一次给我。如果我们俩都输了的话，我们就直到决出胜负为止。好 ，OK。如果要是一个人赢了，另一个人输，那就显而易见。OK， 好吧。好，我们都在这个位置啊。好。是我们要争这个球是吗？哎 ，Good point， we can try that。我们可以扔起来，看谁能够把它给接住。开始啊！会不会已经拍不到了？哦，这个手都接不住。哦！我的牙，你 almost 牙掉了。我们这样玩1个小时都。OK， 干仗。真心话吧。好的。哦，这也是我收到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如果明天开始你不能再讲话了，你会对你的配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会说。治好我。不是，就是类似于那个，假如给我3天光明，也不是，反正就反过来是吧？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看见了，假如再给我3天圣诞。哎，我是说这个会不会很难过呀？告诉我孩子我很爱他。我。你对我说让我告诉孩子你很爱他。对啊，因为他现在还小，他听不懂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孩子说？你为什么听不懂啊？听不懂。他还小啊。OK， 那你可以找我帮忙给你录下来，然后等他听懂的时候再放给他。好吧，那我换一句吧。其实我会对你说我很爱你。对，然后我也会想办法对孩子说我也很爱他。So sweet。Me too。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杂技，就是我们可以扔橘子但是不能把它给那个扔掉地上。哇，这个你会吧？应该是看多长时间。那我不会哎。但是这个我手里也只有2个橘子但是就是一个扔一个，就是2个不能离手。OK， 你给我查我能坚持多少秒？哦，好。哎 ，Start。练习可以吗 ？Start。就你保持手里只能有1个橘子。OK， 算你8秒，行吧？开始。你不要同时扔，你要扔1个呀。哦，是这样啊。那所以我刚才都失败了吗？但是你也输了，6秒。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尝试一个大冒险 ？Of course。我自己做了一个，我觉得我很期待，然后那个。
哦 ，Oh my， 哇，这个完了。OK， 好吧，这是写说要买一个 Starbucks 的 gift card， 然后送给店里的任何一个人，对他说 Merry Christmas。哇哦，你这是不是要想写给我的？OK， 好吧，这不是我写的 ？OK， 对我写的是另一个。哇哦，那我们就去完成它。我们现在到了 Starbucks， 现在感觉心情怎么样？紧张吗？我觉得有点紧张，因为我现在放眼望去，里面人不是非常的多，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当然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结局，对，送祝福嘛，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快乐的，因为明天就是平安夜的。Yeah，let's go。Let's go。I'd like to have a $5 gift card. I'll just choose this one. Thank you. Got it. OK， 好了，我已经把这个 gift card 拿到了。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就是特别适合，因为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一个老人家，然后看起来应该是，就是他的行李就带着吧，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家。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个 gift card 给他，但是我不想要就是直面的给他，我想能不能做一个 secret Santa。我先把它写一个纸条吧。OK，Anyway，let's do it。Ready? I'm gonna go. Oh my god, that was so awkward. 哇 ，OK， 怎么样？谈谈感想。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哎，就是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我觉得他第一反应的表情是有一点觉得，就你是谁？有什么事情吗？好像有一点抗拒，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当我说我就想 do a random act of love， 我说我想送给你一个 gift card， 然后虽然只有5块钱，但是希望你能够 enjoy 一杯咖啡。他就一下子就对我笑了，然后白的牙齿露出来，非常的明显。然后他非常开心，他就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说 Jessica。他说：“非常感谢你 ，Jessica。”我说 ：“God bless you. Have a great day. Merry Christmas.” I did it. Good job. 哎，那接下来这个游戏呢是考验我们画画的功力了。OK， 就是我来画一个图，然后你来猜一个成语。然后你来画一个图，我来猜个成语。当然你要把你的答案首先要写在背面。OK， 好吗？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这个游戏？好，你先背过去，我写一下答案。OK， 成语啊，4个字，不难，不复杂。OK， 我现在要开始画。没了吗？没了。这是什么呀？大家在镜头前能猜到这个是什么吗？乱写乱画。那就不是成语。给你一个提醒吧，跟数字有关的。乱七八糟。有点接近，但不是。乱七八糟也不是成语吧？是吗？还是说我写这个不是成语啊？张牙舞爪，七上八下。Exactly。我就说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这个分别写出来1、2、3、4，我想说，哎，这应该是有点意思。OK。好，然后你呢也是一样，你就在背面写上它的那个，然后再画。写完了。好，那你来画吧。虎头蛇尾。这是个什么？倒计时，10。为什么你又倒计时？8。等一下，7。再给我5秒。5、4、3、
蛇，这是个蛇。这确实是个蛇。贪心不足蛇吞象。哦，这么复杂？不是。跟蛇有关的，我只知道虎头蛇尾和这个。你还知道一个啥呀？画蛇添足，哇，真的对啊，完全你画的非常好。这么一看，那我们就真心话吧。这个是我们也收到的一个。Do you still have time to cook sausage after having the baby？ 坦白讲，我觉得有了宝宝之后，我们经历过一大段时间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对吧？那个阶段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可是大概过了4个月之后吧，他就开始有自己的睡眠规律了。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时间，像现在他已经19个月了嘛，就基本上我们非常的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可以录这些 video 啊，或者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现在有很规律的生活作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还在考虑要不要孩子，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孩子，也觉得自己可以的话，其实是会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很幸福的阶段，这是我的感觉。对，这个过程不会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难，辛苦肯定是辛苦，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一种满足和喜悦。今天我们要玩的最后一个游戏呢，就是跟这个袜子有关。过圣诞节了，就一定要提到袜子嘛，对吧？往袜子里装礼物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拿着这个袜子来尝试用脚给脚穿袜子。用脚给脚穿袜子？对 ，Ready？ 你看 ，Let's go！ 这进都进不去。所以说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场外求助。2个都要穿吗？对呀，就全部完成的才能。哇，那这个。或者是如果你觉得真的特别难的话，就是1个完成也可以的。所以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助？我们要不要合作完成？来，这个脚我把那个给勾住，然后你那边勾住。好，赶快进去。对，好，那现在让你合作我了，你先等一下，先把我这穿上。所以事实证明，长袜子是不 make sense。对，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换成了短袜子。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试这次能不能成功。而且这次我还加了一个小的功能，就是我会直接打开这个计时器，我们就计时2分钟，好吧，就2分钟。然后时间到，就是谁穿的最像样就谁赢。好吧，不一定要穿上啊，因为真的穿上太难了。好吧，预备，开始。哎呀，我觉得我可以。你这个袜子好像有点讨巧啊！你这个袜子不是传统的袜子啊，我这个袜子可是应该是正统的袜子。你这个，哎呀，你这个太讨巧了啊！这个有作弊的嫌疑哦，作弊的嫌疑。I'm almost gonna， 我基本上穿。哇，我穿上了呢！所以这个游戏想要成功的关键在于选袜子，而不是在于穿袜子。学到了。Anyway，好，那我就指定你一个真心话吧。好吧。第一次抽这个真心话。最尴尬的一件事。最尴尬的一件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特斯拉里边露营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次我们是正好开到了Carmel by the Sea， 就是往北加的方向去走。那天晚上我们选择在特斯拉里边露营，但是很巧的是呢，我们的特斯拉旁边呢也有一辆特斯拉，也是一个家庭，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住在里边，他们是选择住酒店的房间。那我们晚上在里面露营的时候呢，当时天气还挺冷的，但是到了大概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憋得想上洗手间，然后呢又比较匆忙，所以我就没有穿裤子啊，我就直接从车里面就下来了，
然后匆忙的去了洗手间。然后等我回来了以后，躺在特斯拉里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因为我旁边也是一辆特斯拉。那我通常呢，如果是在外面住的话，我会开启烧冰模式，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物体或者是经过我的车，一定会被录下来。所以我突然想到说，哎，那会不会对面这辆车它也开了这个烧冰模式呢？所以我就那一个晚上我回去了以后就一直没有睡，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害怕自己这个，因为我没有穿裤子，我害怕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尴尬的过程全部被录影。其实你穿的就是那种像 Speedo 那种感觉，对吧？对，有点像是一个泳裤的那种。对，但是很尴尬。对，但是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也外面冷嘛，所以你就很匆忙，也很狼狈的，就是赶快往外跑。对，赶快开了一点点车门，然后就往外跑，然后就赶快进来。但是如果是被摄像头捕捉到的话，那真的是太尴尬了，对吧？而且你又不能去说，哎，你能不能把那个视频删掉？所以我真的那个晚回去以后就一直在纠结，一直没有睡好，一直到了第二天我们等到了那个人，回到了车上，然后发现原来他的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可能里面没有提醒，所以他应该是关闭了烧冰模式，或者是他的车的电量低于了20%，那烧冰模式就会自动的也是会关闭。原来这样。对，所以一定是这两种情况。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庆幸的是，他没有开，然后所以我的这一套狼狈的行为也没有被捕捉到我就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说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这个真的是这个太尴尬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在外边的话，如果你去露营，或者特别是在车上露营的话，千万不要在特斯拉的旁边，不要停在特斯拉，不要停在特斯拉的旁边，不然你就抠鼻屎啊，对啊，不然否则你所有的一些细节，你的活动全部都被录下来，全部会被记录下来，很可怕。Anyway， 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投稿，不过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就最后抽一个问题。好，你的决定。我就抽最边上这个。好的。第一次 upload video 在 YouTube 时是什么心情？对于想做还没开始的人有什么 suggestion？ 好问题哎，我觉得我可以先说。好，我刚刚第一次 upload video 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更先前，就是我们在决定做 YouTube 的时候，为什么要决定做这件事情？其实当时是因为疫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因为疫情使我们原本的工作呢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休息，在这个休息当中，我们就想，除了照顾孩子，除了我们在家办公做一些基础的剪辑和摄影，有什么我们还能再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能更充实一点。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也是跟家人聊天，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是隐隐的，没有真正的把它拿出来谈过吧。然后就突然感觉就是，哎，我们可以做这个 YouTube 视频，尝试总比不尝试好。所以我们就勇敢的就开始做这个 video。然后当时第一个 video 我记得是带着孩子去 San Diego Zoo 嘛，疫情之后刚刚解封的时候，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心得感受，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对，然后我们就聊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当时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吧。对，就如果说我们是共同做的话，那个是第一个。但如果要是问你的话，你第一个可不是这个，对吧？你是单独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唱歌的视频嘛？对。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其实做 YouTube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我先建议所有的人，如果你想开始你的 YouTube channel， 你想开始做 YouTube 视频，我都非常的鼓励你，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开始，证明你非常的勇敢，有勇气同时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活，你所知道的事情呢，可以和大家去分享，因为 sharing is caring， 对吧？分享就是一种关怀。那再一个呢，我觉得做 YouTube 其实一开始我们想象的是会发一些 video， 像我
可能愿意去唱歌，我就会找一些唱歌的素材，然后做一个翻唱，这是我以前发的。就会不定时的去发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把它经营起来的话呢，就需要有规律的去发，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坚持，需要discipline self discipline， 就是自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催促你，也没有人会给你截止日期，你就要自己坚持的去做，所以如果你想做我觉得我非常的鼓励，所有的人可以去做，都来尝试，都来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社区。对，就是当然我们不要做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事情或者你的擅长英文叫你的 niche， 对吧？你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一开始我还记得，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很尴尬，也觉得有点尴尬。那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拍 video。对，就不知道说什么，而且当你面对镜头的时候，的确。有的时候你想说的话反倒说不出来了，对，然后就反正各种各样的，而且各种卡，对，卡顿，然后我们背后也会彼此的会说，哇，你刚刚说那个太烂了，或者对，就是会有这个不太习惯于可能看自己这样的，尤其在后期在做剪辑的时候，那又非常觉得，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会能看到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能够这个。其实接纳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每一个视频，每一个细节都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完美的，是。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去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内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分享的东西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或者带来提醒，那我认为这个传播这个信息就是有意义的。对。所以在很多一些可能技术上的东西。或细节上的东西，我就不会那么的去挑剔了。是的，对，没错。所以一点点就坚持的去做，就做到了现在。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可以分享更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的，对，是的。所以也感谢所有人对我们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关注，我们应该分享了应该有1年的时间吧。对，所以感谢你们的支持关注。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最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送给大家礼物的时间了？必须的。那这次的礼物呢，就是一个水壶。这个水壶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购物之一，因为它是可以选择，就是一个是 white， 就是你可以选择白茶，你可以选择 green 绿茶，你可以选择乌龙茶。也可以选择 coffee， 就是咖啡，然后最后你可以选择 boil，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温度大约一段时间，然后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就是所有这些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温度，就是 hold temperature。所以这样的一个水壶，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美，不管你是在家，很喜欢自己泡咖啡啊、喝茶的人啊，还是你在工作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把这个水壶放在那里。你都可以把这个水壶放在那里，然后享受一杯自己的茶或者是咖啡，然后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当你享受的时候，就能想到我们的频道，然后顺便给我们点个赞。想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同时呢，在留言的地方留下圣诞快乐或者是 Merry Christmas 就可以了。我们最终呢会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个抽奖，那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个最幸运的获得这套水壶的人。感谢你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